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战场之狼2代》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的是世嘉 MD 的版本，街机版呢出品于1990年 ，MD 版出品于1991。所以说 MD 版呢毕竟是家用机的平台，而且晚一年发售，内容呢更加丰富一些。但是街机版的节奏更快。第一关，我现在使用的是默认的武器机枪。另外呢，咱们还可以捡到喷火器、手持榴弹炮、霰弹枪等等。屏幕左下角呢是咱们的血条，当年觉得这款游戏简直太良心了，竟然有血条，不会被敌人一发入魂。后来证明我想多了，因为这款游戏呢投一个币只有1条命，被炸弹炸到是超级疼的。好的，第一关的 BOSS， 这是一架药室。军事迷呢能够在这款游戏当中看到很多熟悉的武器。我放了一个炸弹把它收了，炸弹呢显示在屏幕的左下角，我现在还有3发。第二关，游戏的流程一共是7关，不长。这是一个武器等级上升的道具，喷火器、霰弹枪。霰弹枪是我最喜欢用的武器，实际上呢，它是一个新手枪，但是我就喜欢它的攻击射程远，并且呢范围比较好，虽然威力一般，打不了什么速通。好，刚刚我捡到了一个血量最大值上升的道具，这个道具说实话没什么大用，你把这几关的都收集齐了，也扛不了一个炸弹。咱们就是咱们的导弹了。有小伙伴之前给我科普过，说这里打的坦克呢是 M60。医疗包加的血应该是最多的，但是咱们现在是满血的状态。霰弹枪近身输出也是可以打出一些伤害的。另外，我喜欢用这个武器呢，也是受魂斗罗的荼毒，因为这种俯视的视角就非常像超级魂斗罗的第2关和第6关。对面的手雷是十分讨厌的武器，它的射程呢比机枪更远，所以说控制范围比较大。本关的 BOSS 使用霰弹枪呢，就可以像我这样的站位和打法。你如果使用威力最高的手持榴弹发射器，就需要频繁的走位。他屁股上还有一个炮台。好的，干掉。第3关，其他的枪我就不捡了。这里放一个炸弹，又一个血量最大值上升的道具。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比之前长了一点。这种子弹的威力不高，挨打的话呢，掉的血比较少，怕就怕一些导弹。超级疼！好，剑桥这里有敌人的炮台，这里我看一下能不能省一发导弹，没省下。前面又给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吧。剧情方面呢，美版和日版还有区别，美版呢比较简单粗暴一点。说的就是某国的总统在国外访问期间被绑架了，出于外交原因呢，不能派遣军队，所以说派出了狼作战小队。
这个版的剧情要稍微复杂一点，说的是某国分裂成了激进派和保守派，这两个派呢激烈的进行对峙，并且不断的进行军备。合众国的大总统呢就来调停，但是被激进派绑架了，所以说派出了狼作战小队。总之都是要救总统。这些小兵出现了，一定要及时的清理。有的时候逼死你的不是这些炮台，不是坦克，而是这些小兵。他们攻击的意识非常强烈，不是扔手雷就是开枪。这个机枪咱们也可以用。本关的 BOSS 一架雌鹿，这个 BOSS 算是前期比较难的了，后面的 BOSS 越来越简单。咱们现在屏幕右侧的3个人就是狼作战小队的3个人了，每个人还有不同的人设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最上面的是约瑟夫·吉布森，他是一个伞兵，原来人设呢是武器大师。中间的是霍华德·鲍威尔，原来是反恐组织的领导人。最下面呢是托马斯·格拉克，他原来是空军，人设是机械学和武器学的大师。其实作为一款动作射击游戏无所谓了，大家只要射得爽就好。转眼呢第4关了，敌方还从山上滑下来，水下还有敌人。有一个血量最大值的道具，现在看起来有初始的 1.5 倍吧。有的时候屏幕的宽度可以利用一下。右边的敌方的据点我就没打，这个汽艇我能开，于是咱们上去了。这就炸了，来一发。我这里挨了一发炸弹啊！看我的血量，半格没了，就是这么脆啊！你能不能打出血？没有。我的武器等级应该已经满了。这个医疗箱就能加满，但是直接是 BOSS 战了。BOSS 是一个武装战舰，中间呢是一个喷火器，是它的主武器。我觉得这个脑洞就有点大了，在船上安装喷火器。一会儿呢进入2阶段，它的喷火器就能用，范围非常远。我直接放了一个炸弹。好的，干掉。我现在游戏的难度应该是默认的普通，但是当年很多街机厅的老板为了吃币呢，一般会把很多的机台都调成高难度。多年之后回顾这款游戏，就没必要那样为难自己了。过关之后血加满了，还不错。哇，我又挨了一发呀！刚把血加满啊，可能后面的关卡呢，这血量不满就是常态了。这有一辆 T72， 这个坦克据说大家小的时候玩的坦克大战使用的就是这辆坦克，开着还是比较开心的，但是着弹面积太大了，虽然血量比较多，我感觉也要翻车了，已经炸了。用射程来打吧，血量已经是不满了，谨慎一点。这个悍马能开走，
这么大的肉就加了那么点的血。来，让开吧，老司机上线了。雪茄满。我坦克不和他打啊，装甲车也不行，运输车得翻车了。运输车呢把咱们夹爆了。这么紧吗？不紧的话我是不会爆的。好的，这里开始 BOSS 战。本关的 BOSS 呢是一个轨道装甲军列，难度不高，但是流程比较长，尽量少犯错吧。我的血量好不容易才满了，我希望不要犯错误了。哇，这大炮筒又长又粗又直啊，还挺硬，而且有3根啊。咱们一根一根来吧。好，全打爆了，这些小炮就好办了。现在还没进入它的主阶段呢，主阶段的话就出血条了。好的，现在能够到它了。这个阶段是比较好打的，它上下有2个发射蓝色火焰的发射器，主体呢能够发射导弹，它的导弹能打碎，所以说这个形态我感觉还算好打。得，刚说好打就打我脸，给了我一炮啊！我谨慎一点吧，它在我侧面，在侧面这个体位你就很难使用这个炸弹去攻击。虽然能够打到它，但感觉这样射就不爽。该第6关了，第6关其实可以说是意义上的最后一关，因为第7关呢流程比较短。这关一看就难，因为敌方的数量非常多。我们的手雷需要躲，太讨厌了。虽然这个手雷呢攻击范围没它的贴图大，但是它扔得远啊，而且是一个延迟攻击，你总是感觉威胁在呢。炸一下还挺疼。RPG 呢反而威胁不大，因为 RPG 的子弹可以打碎，你能够拦截下来，这个就不难。别的武器不捡了，上个电梯这么费劲，一圈人打我。这里是强制的卷轴，速通的噩梦啊！但没关系，反正咱们也不是速通的打法。这关流程真的是比较长，有炸弹需要吃。好，又加了一段血，我这个血量应该是最大了吧？使用霰弹枪这里就非常舒服了。可以在等激光的时候呢，直接打到后面大范围的敌人。这个门大家回忆一下，像不像超级魂斗罗第2关那个门？这个门打爆，后面就是 BOSS 了。2个装甲车肯定要炸他们啊！你看他都炸了之后，还在发射导弹，
有的装甲车呢炸了之后还会往出跳人。这飞机要打呀！好，那里又有医疗包，看见了回血道具就掉血呀，就被轰了一炮。好在这炮不是太疼。再来一发，这里肯定要用啊！我有点高估了使用炸弹之后的无敌时间了，被打了一枪。BOSS 战，这是一个对地飞弹发射井。跟着节奏走就可以了。这个 BOSS 是比较弱，我感觉这款游戏的 BOSS 越到后面越弱。好的，打完，这样最终关了。最终关就是打一个飞机，弱点是它的引擎，但是啊，千万不要被它飞机上的导弹炸到，超级疼。走一步，再往前走一步，再打我呢就放炸弹了。2发、3发，打完，哎，打完之后他还打我，我的天，这一炮打了我2/3的血还多，幸亏只被打了一下啊，2下呢就直接没了。这样任务完成，无论是日版和美版，咱们都把总统呢救出来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俯视视角的动作射击游戏《战场之狼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